进口中国汽车最多的10个国家，第一名令人意外，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国家。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根据乘联会中汽协2025年全年官方权威统计，突破832万辆，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。去年中国汽车整车出口总量同比暴涨30%，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高达343万辆，同比增幅直接冲到70%，占整体出口量的41%，相当于每出口2辆中国汽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车。曾经我们买车首选德系、日系、美系，现在全世界消费者买车优先选中国品牌。今天咱们就从第10名到第1名，完整盘点10大中国汽车进口大国，带你看懂谁是中国制造的忠实粉丝，谁又是隐藏的超级黑马，谁撑起了国产汽车的海外霸业。最后第1名更是令人非常意外，绝对值得看完，全程干货满满。第10名，哈萨克斯坦，2025年全年进口中国汽车21.15万辆，稳居10大进口国末尾，也是中亚地区唯一上榜的国家。很多人对这个内陆国家比较陌生，但它却是中国汽车深耕多年的核心中亚大本营。哈萨克斯坦地处亚欧大陆腹地，是连接中国与中亚、东欧的关键枢纽，全境地域辽阔，地广人稀，城市与乡村、城镇之间距离极远，高的家用车和 SUV 需求量极大，对耐用、省油、性价比。为什么中国汽车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？核心就是适配性拉满。首先，哈萨克斯坦冬季漫长严寒，路况复杂，多砂石路、冰雪路，国产 SUV 紧凑型轿车底盘扎实、耐寒耐用，完全适配当地恶劣路况。其次，当地经济水平中的欧美日韩车型售价偏高，后期维保昂贵，而中国汽车性价比突出，配置丰富，价格亲民，普通家庭完全能够负担。除此之外，中哈两国陆路贸易极其便利，依托中欧公路、跨境物流专线，整车运输成本低，到货速度快，没有海运繁琐流程。同时，大量中国车企在哈萨克斯坦建立经销网点和售后体系，维修配件充足，保养价格低廉，彻底解决了海外车主的用车顾虑。吉利、长安、哈弗、比亚迪、奇瑞随处可见，燃油车主打家用代步，新能源车主攻城市通勤。在当地街头，作为中亚汽车消费的风向标，哈萨克斯坦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周边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消费潮流，稳稳守住中国汽车中亚出口基本盘。第9名，菲律宾，全年进口中国汽车25.67万辆，是东南亚新晋黑马市场，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。很多人印象里，东南亚汽车市场一直是日系车的天下，丰田、本田常年垄断当地市场。但从2024年开始，中国汽车强势突围，2025年在菲律宾市场的渗透率实现跨越式提升，直接冲进全球前10榜单。菲律宾是典型的群岛国家，人口密集，城市拥堵，城乡路况复杂，小型车、紧凑型 SUV、经济型新能源车最受欢迎。而中国品牌恰好精准踩中当地市场痛点，相比价格昂贵、配置简陋的日系老款车型，国产汽车同价位拥有全景天窗、智能大屏、辅助驾驶、全景影像等全套智能配置，智能化体验直接碾压合资车型。更关键的是，菲律宾近年来大力推动新能源转型，出台购车补贴、免购置税、无限行等利好政策。中国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龙头，比亚迪、领跑、名爵等品牌针对性推出多款亲民纯电、混动车型，完美适配城市通勤、家庭代步需求。依托中非海运直达航线，整车出口物流高效稳定，加上车企快速铺设线下 4S 店、维保网点和配件仓库，售后体系日趋完善。如今在菲律宾马尼拉、宿务等核心城市，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年轻消费者、中产家庭的首选，彻底打破日系车数十年的垄断格局，成为中国汽车东南亚扩张的重要突破口。第8名，澳大利亚，全年进口中国汽车29.74万辆，是大洋洲唯一上榜国家，也是妥妥的发达国家优质市场，这也是最能证明中国汽车实力的榜单席位之一。要知道，澳大利亚是老牌发达国家，
汽车消费市场成熟，准入标准严苛，对车辆的安全性能、环保标准、质量工艺要求极高，能在这里大规模落地销售，足以说明国产汽车早已摆脱低端标签，达到国际一流水准。澳大利亚国土广袤，路况多元，城市通勤、长途自驾、郊外越野需求旺盛，消费者偏爱大空间 SUV、皮卡和新能源家用车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澳洲市场被丰田、福特、三菱、大众牢牢把控，但近2年，中国品牌凭借高配置、高技术、高性价比强势逆袭，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在澳洲市场彻底爆火。澳洲电力资源充足，居民环保意识强，新能源接受度极高。比亚迪、汉、唐、元 Plus、特斯拉合作款国产车型 MG 新能源系列，凭借超长续航、智能座舱、稳定3电系统，销量持续领跑。相比欧美本土新能源车型，国产电车价格更低，配置更高，故障率更低，优势极其明显。澳大利亚消费者极其看重车辆可靠性和保值率。经过多年市场沉淀，中国汽车在当地的口碑、保值率稳步提升，从小众选择变成主流优选。2025年，中国汽车已经稳居澳大利亚进口汽车销量前3，成为发达国家市场突围的标杆范例。第7名，比利时全年进口中国汽车 30.01 万辆。很多人想不到，这个西欧小国竟然是中国汽车欧洲最大跳板、新能源核心阵地。比利时国土面积不大，人口不多，本土汽车消费体量有限，之所以能跻身前10，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：超级汽车转口贸易中心。地处西欧核心腹地，比利时紧邻德国、法国、荷兰、卢森堡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拥有完善的港口物流、汽车仓储、整车分销体系。大量运抵比利时的中国汽车，并非全部本土消化，而是通过当地成熟的贸易网络，快速分流至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整个欧盟市场，是中国汽车进入欧洲主流市场的关键中转站。除此之外，比利时自身新能源政策极其友好，大力扶持绿色出行，对纯电车、插混车免征高额燃油税、车辆购置税，用车成本极低。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成熟技术、超高性价比，在当地本土销量稳居前列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比利时是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测试市场，蔚来、理想、极氪、仰望等高端国产新能源品牌都会优先布局比利时市场，通过严苛的欧盟认证、欧洲消费者的检验，打磨产品品质，积累海外口碑，再辐射整个欧洲。可以说，比利时就是中国汽车进军欧洲的桥头堡，战略价值无可替代。第6名，沙特阿拉伯全年进口中国汽车 30.22 万辆。中东土豪国家，中国汽车最忠实的海外盟友之一。提起沙特，大家的印象就是石油大国，遍地豪车，但真实的沙特汽车市场早已被中国制造深度渗透。沙特气候炎热干燥，沙漠路况居多，对车辆的耐高温、稳定性、耐用性要求极高。国产汽车经过本土化调教，完美适配当地极端气候。过去沙特高端市场依赖奔驰、宝马、雷克萨斯，平民市场依赖日系丰田、日产。但近几年，中国汽车实现全覆盖碾压，高端市场红旗、仰望凭借豪华质感、专属定制，打入沙特高端圈层。终端家用市场，吉利、长安、奇瑞凭借皮实耐用、性价比高，成为普通家庭首选。新能源市场，比亚迪、埃安、MG 快速崛起，适配沙特城市通勤需求。而且沙特人口基数大，年轻人口占比极高，汽车刚需旺盛，二手车更新迭代速度快。中国车企针对性推出大量特供车型，强化空调制冷、防晒隔热、沙漠滤尘功能，适配当地路况气候。同时依托中沙深度经贸合作，关税优势明显，贸易渠道稳定。2025年，中国汽车在沙特进口车型中占比超30%，无论是街头家用代步车，还是公务用车、商务用车，随处可见中国品牌身影，稳稳拿下中东核心高端市场。第5名，巴西全年进口中国汽车 32.21 万辆，南美洲绝对的汽车消费龙头，中国汽车南美霸业的核心基石。巴西是南美洲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、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，汽车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南美第一，曾经长期被日系、
美系车型垄断。但近3年，中国汽车在巴西市场开启狂飙模式，销量连年暴涨，彻底改写南美汽车格局。巴西路况复杂，城市拥堵严重，乡村多非铺装路面，同时消费者极其看重车辆燃油经济性和耐用性。国产燃油车皮实抗造，养护便宜，完美适配基层消费需求。而在新能源领域，巴西大力推广清洁能源汽车，出台专项购车补贴，国产混动、纯电车型凭借成熟技术快速普及。除此之外，中巴贸易政策持续利好，关税稳定，跨境物流成熟，大量中国车企在巴西建立海外工厂、组装基地，实现本土化生产、本土化销售，进一步降低成本，提升市场竞争力。奇瑞、比亚迪、长城、江淮等品牌常年稳居巴西汽车销量排行榜前列。如今的巴西市场，中国汽车早已不是小众外来品牌，而是主流消费选择。不仅覆盖全国各大城市，还辐射阿根廷、智利、哥伦比亚等周边南美国家，牢牢掌控南美汽车出口主导权。第4名，英国全年进口中国汽车33.56万辆。谁也没想到，老牌汽车工业强国英国竟然是中国汽车第4大进口国，堪称国产汽车逆袭的最大奇迹。英国是现代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之一，拥有劳斯莱斯、宾利、捷豹、路虎等顶级豪车品牌，汽车审美严苛，准入标准全球顶尖。就在几年前，中国汽车几乎很难进入英国主流市场，而2025年，中国汽车硬生生在英国市场杀出重围，稳居进口销量前列。核心突破口就是新能源转型红利。英国推行严苛的燃油车禁售时间表，大力普及新能源汽车，本土新能源车型产能不足，价格高昂，存在巨大市场缺口。而中国作为全球新能源龙头，恰好完美填补空白。MG、比亚迪、极氪、蔚来等品牌在英国遍地开花，尤其是 MG， 凭借英伦品牌底蕴加中国制造技术，常年稳居英国新能源销量榜首。国产新能源汽车续航扎实，智能座舱领先，辅助驾驶成熟，售价亲民，对比欧洲本土电车优势巨大。从被欧美市场轻视到批量出口，扎根英伦街头，中国汽车用实力完成逆袭。如今在伦敦、曼彻斯特、伯明翰等核心城市，中国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，彻底打破欧美本土品牌的垄断，证明中国制造真正站上了世界顶尖舞台。季军阿联酋全年进口中国汽车57.19万辆，中东超级贸易枢纽，中国汽车的全球中转大本营。很多人疑惑，阿联酋人口不多，本土消费有限，为什么能进口近60万辆中国汽车？答案很简单，阿联酋是全球最大的汽车转口贸易中心之一，迪拜、阿布扎比港口贸易发达，物流体系完善，关税极低，贸易政策自由。大量中国汽车运抵阿联酋后，一小部分留在本土销售，绝大部分通过这里中转，批量出口到中东其他国家、非洲各国、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地区，是中国汽车辐射亚非欧市场的核心中转站。从本土消费来看，阿联酋消费者包容性极强，不迷信欧美日系品牌，更看重车辆性价比、颜值和智能化。中国汽车设计新潮，配置拉满，价格适中。无论是家用代步、商务通勤还是越野自驾，都有适配车型。高端市场，红旗、仰望打入迪拜豪车圈层；中端市场，比亚迪、吉利、长安销量领跑；经济型市场，奇瑞、名爵占据主流。同时，阿联酋新能源基建完善，国产电车凭借高性价比，成为当地年轻人和外籍务工人员的首选车型。2025年，阿联酋继续稳居中国汽车出口前3，既是核心消费市场，更是中国汽车打通亚非欧贸易链路的战略支点，战略意义远超销量本身。亚军俄罗斯全年进口中国汽车58.27万辆，曾经常年霸榜第一，如今稳居第2，是中国汽车最稳固、最核心的海外基本盘。前几年受国际局势影响，欧美日韩车企全面退出俄罗斯市场，留下巨大的汽车市场空白。中国品牌顺势接盘，快速占领俄罗斯市场，一度实现垄断式统治。俄罗斯地域辽阔，冬季严寒，冰雪路面居多，对车辆的耐寒性、稳定性、底盘通过性要求极高。
而经过本土化调教的国产汽车，完美适配俄罗斯极端气候和复杂路况。燃油车耐低温，故障率低，新能源车型搭载专属低温续航优化技术，适配北方严寒环境。在如今的俄罗斯汽车市场，10台进口新车，7台是中国车，奇瑞、哈弗、吉利、比亚迪、长安常年霸榜销量前5，几乎垄断家用车、SUV、商用车全品类市场。虽然2025年俄罗斯市场销量略有回落，让出榜首宝座，但依旧保持近60万辆的超高进口规模。凭借稳定的贸易合作、高度的市场认可、完善的售后体系，俄罗斯依然是中国汽车最坚实的海外根据地，也是国产汽车站稳亚欧市场的关键支撑。冠军，毫无悬念的2025年度最大黑马——墨西哥，全年进口中国汽车62.52万辆，正式超越俄罗斯，登顶全球进口中国汽车第一大国。这也是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市场最大的变局，彻底改写了持续多年的行业排名格局。很多人不解，墨西哥凭什么超越俄罗斯、阿联酋，成为中国汽车海外第一大市场？核心有3大硬核逻辑，每一个都彻底颠覆行业认知。第一，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。墨西哥紧邻美国，是北美自贸区核心国家，物流运输距离短，成本低，效率高，整车出口渠道极其稳定。相比远途运输的亚欧市场，中国汽车出口墨西哥性价比优势拉满。第二，北美市场跳板的战略价值。墨西哥不仅自己大量进口中国汽车，更是中国汽车进军美国、加拿大市场的唯一突破口。受贸易政策影响，中国汽车直接出口美国壁垒较高，而通过墨西哥本土化中转组装，可顺利进入北美主流市场，这让墨西哥的进口需求持续暴涨。第三，本土刚需爆发式增长。墨西哥人口基数大，年轻人口众多，汽车普及度持续提升，家用代步、家庭换车刚需旺盛。当地汽车工业薄弱，本土产能严重不足，高度依赖进口。中国汽车性价比高，品类齐全，适配性强，完美覆盖墨西哥全民消费需求。从经济型代步车、家用 SUV 到混动、纯电新能源车型，中国品牌全面霸占墨西哥进口汽车市场。2025年，墨西哥全年进口中国汽车总量突破62万辆，稳居全球第一，成为中国汽车北美霸业的绝对核心，也标志着国产汽车正式深度扎根北美主流市场。